你好，我是善恩，我是志峰。那在过去的2天，有关雪兰莪州政府禁止在商业区内设立非伊斯兰宗教场所的新指南曝光之后呢，就成为了新闻焦点。因为这个不只是牵动雪州里面的非穆斯林而已，也是震惊全国的。事情的源头呢，是从公正党八达岭在野国会议员李建聪在上个星期六发文告揭露开始被点燃，因为近期发布的雪兰莪州社区设施规划指南与标准中的多项条文，令非伊斯兰社群感到担忧。当中就包括了非伊斯兰宗教场所的条文规定，包括不允许在商业区设立非伊斯兰宗教场所，不允许将现有的建筑物转换为非伊斯兰宗教场所的使用用途。表面上这看起来说得过去，合情合理，但前提必须是所有宗教场所都应该获得公平的宪报颁布作为宗教用途的土地。偏偏呢，这一些非伊斯兰宗教用途的土地常年是不足的，导致一些宗教中心设立在商业区或者是工厂工业区内，这是整个政策环境逼出来的结果。那么况且这些宗教场所长期以来都跟当地的周边社群和平共处，并没有引发重大的问题。那么一旦新指南落实之后，恐怕将对雪兰莪州现有的宗教活动开展模式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李建聪就要求暂缓落实这一项新的指南。针对这个争议呢，雪州非穆斯林事务委员会的联合主席黄思翰就很快就跑出来澄清了，他就说这个指南还没有执行，然后州政府呢是很早呢就已经会安排跟各大宗教团体是共同审阅这个指南当中的条文。他就说，直到目前为止，雪州州内没有任何的地方政府呢是推行或者是执行这项指南里面的条文的。那州政府已经安排会在6月初的时候跟各大宗教团体呢进行协商，然后共同审阅还有评估这个指南里面的条文。那在他们审阅期间呢，有关单位也是不会采取任何的执法行动。其实雪州非伊斯兰宗教团体涵盖的这个层面是非常广泛以及多元的，不仅仅包括不同的宗教，也包括各自宗教内部的不同宗派跟教派。一旦落实的话呢，影响层面真的是非常深远。虽然这是新指南，那么其实这个指南也不新了这项指南的制定工作早在2024年就已经启动，并且涉及全雪州12个地方政府以及相关联邦与州政府机构。而这项课题让公正党主导的雪州政府陷入尴尬以及难堪的局面。不仅仅是公正党自家的议员李建聪率先揭发，也让行动党陷入舆论挨打的形势。其中负责地方政府事务的行动党前行政议员刘天球呢，就炮轰自己的老东家。不过他的言论很快被另外一名行动党的前国会议员黄伟义打脸说，其实这一份指南早在2007年就已经存在了，而且之后呢，在刘天球担任州行政议员的时候获得通过。那黄伟义就说，其实这份指南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延续过去20年已经制定的政策，从2007年、2010年、2016年到2022年制定的新指南。尽管这项指南已经存在多年，但在过去20年内呢，无论是国政掌权还是西蒙执政，其实州内的非伊斯兰宗教场所一直都相安无事，不受指南影响这个呢是黄伟义的说法。就提到了很多年份还有日期，然后也包括说他们说6月初的时候原本就已经计划好要跟很多宗教团体一起去审阅那个指南。只不过李建聪就说，这份最新的指南呢，首先是获得州规划委员会的批准，然后在2次
获得州行政议会的通过，也就是在去年的11月7号还有12号的时候，那这份指南也清楚的说明已经获得批准可以采用，然后适用在所有地方政府、州和联邦机构、发展商、城乡规划顾问以及其他适合的利益相关者。可是呢，州政府跟那个非穆斯林事务委员会的接触和讨论啊，却是在李建聪提出了这个警告之后，才在今年6月要展开。不管是行动党还是这个非伊斯兰事务委员会，简称 LIMAS， 还是雪州政府，如今都要忙着收拾这个烂摊子。尽管这是20年前留下来的老问题，那么虽然指南没有正式执行，但是这份指南在官僚行政体系跟系统上呢，是一份可以执行的方案。执行是道理，不执行是情面。所以西蒙不能够以这是20年前的政策，然后我们只是负责延续而已，不能够用这一种说法来推搪，因为这种理由呢是相当的敷衍。因为西蒙已经执政雪兰莪18年了，不能够再以这是国政时期的政策当做一个借口。其实有任何的新指南或者是新条文，只要是一发现到不合适，其实就应该要立刻马上调整了。毕竟说掌权18年，绝对是有足够的时间去调整，然后并且去制定一个新的指南。所以州政府呢，在这件事情上，其实必须是要尽快处理，避免就是拖着，然后最后就会闹出一个大的问题这样子。所以州政府应该要从制度去下手。如果有选择的话，其实难道说非穆斯林宗教场所他们就喜欢在商业区啊、工业区或者是一些工厂的地区去设立他们的宗教场所吗？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吧。由于伊斯兰是联邦宗教，本来就拥有制度化土地规划的优势，那么清真寺的兴建从来都不是问题。可是对于非伊斯兰宗教场所，不管是教会、寺庙、民间信仰，或者是社区的佛堂等等，现实中是非常困难获得土地的。他们只能够租佃屋、用民宅，或者是靠私人土地，或者是靠其他的方式自供自足，自己顾自己。这是长期缺乏制度性规划处理非伊斯兰宗教场所土地所导致的一种情况。同时呢，也间接引发其他的课题，比如说非法庙宇的事情。那么现在如何制度化处理这个课题，让所有宗教场所都能够获得土地，哪怕比例不同，都能够缓和目前的情况。针对这个宗教场所的建立的公平或者是不公平的问题，大家各自都有说法。那黄思翰的新闻秘书周如萱他就有说呢，在过去几年内啊，雪州已经颁发了好几片土地是给教堂、佛寺、信都庙等等的。那他就相信他说他相信雪州是颁发土地最多的一个州政府给这些非穆斯林的宗教场所、非伊斯兰的宗教场所。那他相信说这些努力和成果大家都是有目共睹，他们也非常有信心去接受社会人士的检视。如今的事态发展看起来的解决方案呢，就是目前不执行，但这只是缓兵之计，炸弹并没有被解除。面对舆论的反弹，雪州政府一再强调目前没有任何地方政府去执行这份指南。然而一句没有落实，事情就真的算过去了吗？而目前不执行并不等于明确的废除，只要这份指南一天还是白纸黑字的保留在官方文件内，那么它就是一个随时可能会被执行的一个政策，也可能会引发问题的一个炸弹。人民最大的担忧在于，这会不会只是执政党面对舆论压力时候所采取的缓兵之计。确实哦，就是说，现在先说我们先搁置计划，可能等到未来局势有所更替，或者是下一任政府上来的时候，
大可以说哦，这个是前朝前政府已经通过批准了，我们只是来执行而已，这样子的说法来去撇清他们的责任。那这其实也是民众屡见不鲜，会觉得说政治人物在推卸责任这样子的政治戏码。所以如果说州政府连明确要废除还有立刻抽掉这些条文的底气都没有的话，只能讲说哦，我们即将共同去审阅来拖延时间，可能就会让人家觉得很敷衍啦，或者是你有什么权利或者是能力，以及给到人民的信心，说我们可以来保障各大宗教的一个公平还有合法的权益。雪兰莪向来都是以开明、包容和进步自居。这场风波的真正问题从来不是现在有没有落实，而是为什么当初落实这一种被视为排他性的政策呢？能够让这一个政策通畅无阻的通过，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要挽回非穆斯林的支持，雪州政府应该在6月初的这个会议上展现真正的诚意，全面明确的废除这当中会引起争议，或者是涉及到在商业区设立非伊斯兰宗教场所所有的这一种限制性条文，而不是无限期搁置。那么接着呢，就是要制度化整个咨询的机制，明确规定未来所有涉及到城乡规划、地方发展等影响宗教社群的政策呢，一开始就应该要纳入 LIMAS 的这个意见，以便更广泛的让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雪州不能够只有某个特定的宗教群体获得妥善的照顾，而让其他宗教在官僚体制的夹缝中生存。